当然，还有你。佩爷，你觉得父皇会怎么对我？是觉得失而复得，还是会嫌恶有我这么一个出阁无礼的女儿？圣上宽宏仁慈，无论怎样，你都是他女儿。18年来，女儿从未有过机会同阿耶说说话，今日难得，女儿也想将心中的话说说，不然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。婉顺命好，能成为圣上的女儿，可婉顺福薄，18年来，只让阿耶看到了3次。第一次，我尚且年幼，阿耶查看皇子公主的功课，赞我有才情，我便用功读书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机会让阿耶看到我的功课。第2次，圣上寿宴，我为阿耶绣了《龙腾四海图》，阿耶大为赞赏。终于想起有我这个大漠舞姬的女儿，我便精进绣功。公主，公主的绣功愈发精进了。今年春搜之前送给圣上，圣上一定开心。可我的绣样，再也没有机会拿到阿爷面前。第3次，便是这次婚。这或许是我作为圣上的女儿最好的归宿。
不过还好，阿耶应该不会再忘记我了。华山，华山，佩仪，你太傻了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这样的话，就没有人能再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了。规则化的香膏，姐姐好品味。哎，姐姐，你不签这借条了吗？签。姐姐，手怎么这么抖啊？手抖得厉害，写不了字儿。我帮姐姐。吴监座，结局我已经写好了，钱什么时候可以给我？胡监座，好生分的叫法呀！我的钱只借给朋友，姐姐这般换我，令我好生伤心呐。你要怎么样？我要姐姐真心待。姐姐到底在怕什么？怕我还能把你怎么样不成？我有这个心，也没这个本事。姐姐若不信，来试试。哪个不长眼的？福昌县主，胡监座好雅兴。一场误会。好大的狗胆，对县主不敬，还敢光天化日欺辱工人！娘子，你不要污蔑人啊！我是以为哪个不长眼的没规矩，这才开口骂了人。县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小的吧。再说了，哪里有人欺辱工人？这位姐姐来找我帮忙，不小心打落了书卷。一派胡言！你拍在他身上做什么？娘子，你不要毁人清誉啊！碧柔姐姐摔倒了，我将她扶起来，不信你问姐姐。别怕，你如实说。好了，胡监座不是说了吗？一场误会。我有话要问他，你回避吧。奴婢告退。碧柔姐姐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啊？今儿个因为姐姐，我可被冤枉惨了。回禀县主，奴婢是来找胡监座借钱的。方才奴婢不小心摔倒了，是胡监座将奴婢扶起，还请县主不要错怪胡监座。那误会解开了。县主既然有事儿要问小的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起来？哎，
啊。崔曼舒遇害，与我何干？我要回家。你们不是姐妹情深吗？她是右相侄女，众星捧月；我不过是个喜欢舞刀弄剑的武将之女，不是一路人。你阿耶养右相鼻息，当女儿的为了阿耶的仕途，与九娘搞好关系也情有可原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就连那王三娘都说崔曼舒与你最好，好多知心话都告诉你的。我一向以为县主玲珑通透，竟没想到也是个俗人。多说无益，告辞。老辈崔曼舒呼来喝去，懈怠了功夫吧。淑妃赏的苏荷香，王宇华和赵洛顺都有份，你却没有。崔曼舒一向傲慢，从不与4品以下官员的女儿们交往。你不承认与她相交，是因为她对你只有欺侮，并无情意。你说的对，崔曼舒生性张扬，好欺凌弱小，是自然。我本不愿与其多往来。有一日，阿爷从右相府上回来，醉得不省人事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右相听闻我生性孤傲，不愿理会九娘，惹得九娘哭哭啼啼。他便请我阿耶去府上解开误会。其实哪里有什么误会，不过是想让我阿耶表态，好好管教我，和睦相处，姐妹情深。那晚我阿耶不断赔罪，醉到呕血。阿耶不愿让我为难，是阿娘忍不住，求我为了周家的平安，做样子，也要和崔曼舒当朋友。愣着做什么？给我们倒点水，再把糕点端上来。他哪里需要我做他的朋友？不过是想让我过去被他欺辱。为了阿耶，我也只能如此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只因他在羞辱我之时，我没有赔上笑脸，竟也要遭到他的记恨。那时是崔曼舒生日，我阿娘提早定制了一件猩红的狐皮大氅，想要送与他。九娘，这猩红狐皮十分难得，贺兰找了好久才凑出这么一件大氅，希望九娘岁岁红火。周大娘子，这毛领子摸起来很软呐。九娘果然识货，所谓集腋成裘，这领上的毛是由刚满1年的狐狸腋下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崔曼舒，你干什么？我崔九娘的生辰，你把狐狸剥皮拔毛给我庆生。你知不知道，淑妃娘子和当今右相的母家姓胡啊？犯此大悔，其心可诛。你不要是生非。九娘，我并无此意，这个罪名我们担待不起啊。若不是我与贺兰交好，此事我定要闹到淑妃面前，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呢。九娘愿意怎么罚都行，只是万万不可让淑妃和右相知道了。当真怎么罚都行？当真。好，那你们就在此朝我崔家家庙磕100个头吧。人只可跪天地，跪父母，凭什么跪你崔家家庙？不磕啊？好吧，九娘，好，我愿意磕，还望九娘消气，不要怪罪。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不要为难我阿娘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你的长辈，我替她磕200个，磕给你崔家，祝你们崔家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贺兰，
崔曼殊常以羞辱别人为乐。我听闻15公主曾因此教训过她，让她当众丢了面子。你可知为何？不清楚。看来知道此事的人确实不多。那你可知崔曼殊昨晚为何去了延寿坊？不知道。把手给我。什么？你呀，遇人不淑，一直被崔曼殊欺侮折磨。我帮你看看，何时能遇到贵人，否极泰来。你会看手相？我会的多了。初10那日，周家送来的年礼只有2车。这出入记簿有1人记录，1人核对，还有1人复核，不会有差错。这条叫官鬼线，吉处福凶，胸中有疾，平身进贵，是非难免。就算事先知道命运又如何，还不是要熬着自己过下去？不必看，我还没看完呢。贺兰啊，你与崔曼殊禅院未尽，仍有秘密郁结于心。胡说！我不同你胡闹，我要回家。你从一开始便极力撇清与崔曼殊的关系，我知道你被崔曼殊欺侮，羞于启齿，但这件事其实很容易看破。你撇清关系的真正目的，是为了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你不说，我就只好从你手上看。手上能看得出来什么？当然看得出。这张契约上，波华右手食指的指印是反波迹，你的右手食指也是反波迹。延寿坊的院子是你租的，你为何不认？一枚指纹，怎能证明什么？指纹本就独一无二，你这样的指纹更是万中无一。你若不想认也罢，古人，现在就去把那位胡商找来，让他见见这位将士郎波华。是，等等，就算是我租的又怎样？崔曼殊的死和我没有关系。我昨夜回府后，便与阿耶练剑到此时，周家上下都可以为我作证。周小娘子与崔曼殊之死无关，那15公主之死呢？我查了宫内这个月出入记录，初10，周家进献淑妃年礼3车，可淑妃处那日入户记录却只有2车，有1车东西从宫门到淑妃宫里的路上消失了。巧的是，有人看见周小娘子押着1车东西去了偏门。至于这车中所在之物是不是火药，那位应该很快就能查得出。不必了。15公主的死，我确实脱不了干系。崔曼殊与15公主结下梁子，这是我与母亲受辱大人。快一点，不要耽误我的生辰宴开席了。等一下，15公主也在，先起来。这金礼很新鲜，刚刚九娘就招待了我们好些，圣上跟淑妃也很喜欢。只是圣上从未问过，这清礼的礼是什么礼？九娘的一番忠心，天地可见。只是圣上都如此宽宥，九娘也抬抬手吧。既然15公主求情了，那这番我便饶了你们。看什么看？怎么还不开席？蠢笨东西！带着你阿娘回去梳洗一番，今日也都累了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15公主救了我们母女，
也给足了崔曼书颜面，可崔曼书却将他视为眼中钉。他一边继续欺辱我，一边想法子报复十五公主。有一天，他好像突然得知了十五公主的什么秘密，每隔几日都要和王昭二人偷偷议论。15公主做出来的事儿呢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去院子里采些鲜花过来，这屋里的花都败了。他们说这些是从来都不带我的，可是有一次，他却突然和我说，15公主要有大喜事了，让我去好好恭喜她。没隔几日，就传出了15公主要去回纥和亲的消息。是崔曼书让婉顺远嫁的。这贺兰，你知道此事为何不告诉我？往下说。我得知此事之后，日夜祈祷，求15公主嫁得良人，远离纷争。可上月末，崔曼书却突然让我去租一处房子给她。我得知冬至那天，他和15公主见了面，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，但公主似乎要去找圣上做主。我担心出事受牵连，只好按照崔曼书的要求，假扮男装，用假名在延寿坊租了一处隐蔽的小院。这月初时，阿爷阿娘特别高兴，说是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够见到淑妃，让我进宫给淑妃送年礼。阿爷阿娘准备了满满2车年礼，可就在我要进宫的时候，崔曼书却突然让我把一车东西送进宫里的偏门，还不许我看。我不敢看，也不敢问，只好照做。可是我进宫之后越想越害怕，只好偷偷看了，是火药。但你并不知那火药是作何用途。他能做什么好事？但是来不及了。白纸黑字，记下的是我周家的马车。虽然害怕，但也不敢多问。直到上元节那天，我吓坏了。我那时才知道，他让我运送火药入宫的意图。我问他，是不是他做的？连公主都敢杀，他简直是疯了。可他居然对我说：“这么死了是便宜的。”所以你本有机会阻止这一切，可是你什么都没做，是吗？我不敢，被欺负的太久了，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反抗。你装作一副受害的模样与我作戏，但你心里很清楚自己在助纣为虐，你很清楚那些火药能埋掉一条人命，只要这个人不是你自己，不是你阿爷阿娘，是谁都无妨，是吗？不然呢？难道你要我替公主去死吗？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我阿爷阿娘受制于人吗？你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气，你贵为县主，得圣上和淑妃的宠爱，你自然不会受制于人。你无父无母，你也不会知道，阿姨阿娘被别人捏在手里是什么滋味。休得无礼！忘恩负义，婉顺救错了人，随你怎么说。我忘恩负义，助纣为虐，只要我没有死在崔曼书手，你将我绑了去，送刑部押天牢，斩我3番5次我都认了。用不着那么麻烦，请冷静。
崔曼书为何会去延寿坊？不知道，我只负责租赁寨子，我没去过。光靠你一个人运起来的火药，根本无法在宴席上杀害公主。你另有同谋，他是谁？崔曼是不会让他知道的。可以了，这就这样可以了，就是这。嘿，叶家，他是买马吗？是啊。哦，他可是外邦人啊！啊！根据大宋律法，不能将马卖给外邦人。不想死的话，跟我走。莫。你马要不要了？大哥。莫，看有没有人跟着。跟上来了吗？没有。刚才那2个人要杀你，看见了吗？是的。现在啊，只有我们能救你，知不知道？你们是干嘛的？我们是开封府的，抓坏人的啊！你是不是天竺人？我是宣婆旗的。按照地理位置就在天竺附近。就是，你是不是那个造假祥瑞的天竺人？是。你不要动，你用嘴说，你是不是造祥瑞的天竺人？是。哦，救他！来，走。啊，你不要着急啊，你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来龙去脉，想好了慢慢说。我的爷爷是Nagendra Prasad的杜丽。他叫Dwarika Prasad的杜丽。哦，名字，好。他有一个弟弟，也叫Dwarika Prasad的杜丽，也是名字，我知道。他们有好几个兄弟，就那个时候就不够饭吃了。后来他有一个朋友在宣婆旗。我听懂了。这样啊，我们不从爷爷说起，就从你说起。你怎么来到我们东京城的？8年前，那个2个商人到船上带我，终于到了东京。我会演书表演，到了这里我就往这里去表演。后来有人把我抓了。啊？你表演烟术，为什么要抓你啊？说我没有完店，我偷过来的。哦，明白。抓到哪去了？大理寺。大理寺是。然后呢？后来有一个那些人把我带到别的地方，去一个特别黑乎乎的一个茶馆里面，什么都看不见，逼得让我来做一个香瑞。你能告诉我，那个黑乎乎的房间里面让你做祥瑞那个人长什么模样吗？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他手上有一个东西。他的手上有一个东西在哪里？大拇指上。他那个上面还刻了4个字。刻了什么？是什么？波澜不惊。波澜不惊是。你说你被关到一个黑漆漆的屋子里，连脸都看不清，怎么可能看到那个社上面的4个字呢？那个时候他不是让我做一个祥瑞吗？我没答应，他弄了手钉到我这里。赵不由，你在大理寺是干嘛的？听说。你还知道你是个抄书的？断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了。大理寺，狄伦。莫，你看着他，一会儿送他去开封府。大哥，你小心啊！遇到坏人你就拼命喊。大哥，莫，那个天竺人跑了。
他听到我们要带他去开封府，他说他害怕当官的。我拼了命的劝，但我还是没有拦住。那个人看到了吗？没有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那个天竺人是最重要的人证，只能赌一把了。等不了了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哎，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二哥，白马，你大哥呢？大哥，他说不忍心分离，就不回来了。啊，对了，他还给你写了一封信。这马也是你大哥买的？对，大哥说嫂子一看就明白。大哥为什么要给嫂子买白马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放眼八荒万国，比对前朝汉唐，没有哪一座城市的规模是可以和我们东京相媲美的。这东京城啊，大着呢，机会多着呢，只要是个活人，在这就饿不死。你明白我意思吧？那你那我就送到这儿了。福愿娘子一生欢喜，还一生欢喜，听决绝。这也不像你们大哥呀。你今天除了跟你大哥买白马，还去干什么了？过来，过来。伴儿，你们俩都去哪儿了？你大哥还说什么了？我大哥说叫你别犹豫，赶紧出城。没有别的了。赵表，我们开封府3班衙役都等着您上职，您不去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顾巡视，万岁请坐。我想请你们喝茶。喝什么茶呀？是这样的，前几日因为刚刚被辞退，我怕我娘子知道，所以就着急在开封府谋份差事。那过2天再说。现在不着急了啊！哎，你说不去就不去啊？你说，今天来主要是有事儿你就说。顾巡视，当年包龙图全至开封府。等会儿，谁？包龙图。你提那么大人干什么？当年他在的时候，有状告之人，皆可送于公堂，有冤必审，有恶必处。我想请问顾巡视，今日开封府可还有这等气概？赵彪，我告诉你啊，前有包拯包大官人，现有顾慎我们顾巡视，东京城里就没有我们开封府管不了的事儿。抓不了的人。经过我的调查，15年前的李岩案和今日造梅船祥瑞是同一个人所为。你们敢抓吗？抓谁？大理寺第4指狄伦。头儿，我早就觉得这小子不对了啊！你说这案子从审的时候他就来，你有证据吗？有，我就是证人。那就是没有啊！我敢担保，就是他。不，你担保没用啊！你说人家有罪，人家有罪啊！啊，赵友，你花肠子太多了吧？你是让我们开封府对付大理寺是不是啊？前些日子
你被嫡嗣制给除了名，于是你心怀不满，企图嫁祸于人。我的理解对吗？事情就是这些了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有没有什么遗漏的？遗漏的？哎，对了，他还写了一封信，那个信上写着什么东郊费什么，好像是约见面，但不让我看。东郊费。哎，嫂子，你去哪儿啊？嫂子，你会骑马吗？你们小时候我就会。嫂子，你真要走啊？你们照顾好老弟。小蚊子，你拉东西了？哎，司职，咱们派出去的人看到，那个姓赵的和天柱人勾兑到一起，后来姓赵的就猜到了您的名字，他现在已然知晓是您让天柱人做的祥瑞。主子放心，天柱人就在这儿。行，拿走，都下去吧。哎呀，这个赵不忧啊，结果我倒小看他了，居然敢跟水贼勾结啊！多亏您足智多谋，用鸡丝米缆测出了萧逸水不是眉山人。好想念家乡的鸡丝米兰哦，菜好吃的很。只是小人有一事不明，您昨夜樊楼既已试探出问题，为何今日不直接一网打尽？祥瑞之事干系甚大，我们做的又如此隐秘，一帮小毛贼，岂能得知？背后肯定有更大的奸人在策谋啊！您是想放长线？对，不找出主使，我怎么跟上头交代呀？不过这个萧逸水可以再跟一下，啊。至于那两口子，收吧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今晚你们几个要扮成绑匪，把赵不由全家给我绑来，但是记住了，一定要低调。司职，咱为何不直接趁着夜黑风高把他们给……我之所以留着他们，是有我的用途。去准备吧。报，司职，有跑腿送来一封信，说10万火急。东郊飞船牧场，虚实带2瓶刘霞，赵不忧。这个赵不忧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2瓶留下，那就给他备好。是。赵大郎，走。来的挺早啊。你说说你啊，咱们共事10几年，喝个酒还要下帖子，生分。哼，问题是你请我喝酒，还得我亲自带酒，怪不得所有人都说你是大理寺里最会过日子的人。喝吧。怎么今天感觉不太一样啊？
不像你平时窝窝囊囊的样子。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。你说的对，我一直觉得我是大理寺最窝囊的那个人。你看啊，这10几年来，你的结案卷宗我替你拟的，你家里那点日常杂物，冬天院子里扫落叶，平日些请柬，还有你那些7大姑8大姨去看大夫，都是我干的。我是觉得自己挺窝囊。直到最近我发现那些秘密啊，我才知道，你才是最窝囊的那个。有什么秘密啊？说说看呀。平日看成天拍大理寺卿的马屁，能理解。可是大理寺卿的夫人，这个岁数了都能当你娘了，你勾搭人家干嘛呀？不会是为了打听大理寺的机要消息吧？敬你一杯。你说你吧，喜欢请当官的吃饭，拍拍马屁没问题。可是上回我在孙杨正殿里，怎么往里一看，你在里面扭上了，还给人家唱曲，你不会把自己当戏子了吧？大小你都是个司职，不害臊吗？敬你第2杯。还有吗？听说你在大理寺之外还有一个主子，你背后那主子没少扣你的俸禄啊。否则怎么会连我们这些底下人的俸禄你也克扣啊？受委屈了，你也没捞着什么钱呢。哎，没了。暂且先这些。